女孩误以为这哥俩是同性恋，知道搞错后直入主题，速度之快，这哥俩还处于懵逼状态。女孩说了一句过来，却没说叫哪个。精虫上脑的哥俩争先恐后坐到女孩身旁，他聊她，再聊她，两个男孩被聊得神魂颠倒。女孩雨露均沾，专心的亲吻一个，然后扭头亲吻同样嗷嗷待哺的另一个。热身结束，女孩示意哥俩同时，两个大老爷们反而不好意思了。女生一脸玩味，逐渐上头的三人眼看要上演三人行，女孩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往后一靠，露出得意的笑。镜头一转，这哥俩正干柴烈火，女孩略带嘲弄地看着这两个为自己神魂颠倒的男孩，他们都以为自己得到了他。恶作剧得逞的女孩猛地起身，等哥俩反应过来，人家已心满意足地离开。精虫上脑的这哥俩是网球界的新宠，俩人更是形影不离的铁哥们兼双打拍档。黑头发的帕特里克傲慢张扬，黄头发的亚特低调谦逊。帕特里克一记骚包的当下回球锁定胜局，两人拥抱欢呼，激情满满。哥俩顺利拿下美网青少年网球公开赛男子双打冠军。与两人的春风得意相比，戏弄他们的女孩塔西彼时已经是网球界的璀璨新星，除了身材火辣观念开放，球场上的她更是英姿勃发，球技凌厉如风，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天赋和强大气场。小麦色的肌肤，健硕紧致的肌肉线条，散发着运动女孩独有的性感韵味。看着球场上迷人的少女，就连一向话痨的帕特里克也为之沉默。俩人全神贯注地盯着网球，左右摇晃着脑袋，仿佛被比赛的精彩与塔西的魅力同时牵引。塔西在场上摧枯拉朽般的狂虐对手，轻松拿下女子单打冠军。此时两兄弟已深陷于对塔西的爱慕之中，为了接近女神，两人心有灵犀地出现在塔西的庆功派对上。舞池中的塔西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熠熠生辉。两兄弟鼓起勇气上前搭讪，没想到塔西早已对他们有所耳闻。三人相谈甚欢，原来亚特与塔西即将步入斯坦福大学深造，而帕特里克准备踏上职业网球的征途，只是塔西的提前离场让两兄弟略感失落。亚特提议择日再聊，但帕特里克不想错过今晚。就这样，两人一直等到派对落幕。海风轻拂，三人在海滩上继续着人生与梦想的对话。对于网球，塔西有着独属于他自己的看法。 It is actually. For about 15 seconds there, we were actually playing tennis. And we understood each other completely. So did everyone watching. It's like we were in love. 而此刻，两兄弟最关心的莫过于如何获得塔西的联系方式。哥俩冒着胆子约塔西来房间纯聊天，塔西只是温柔的道了声晚安，便翩然离去。房间里，两兄弟仍在回味今晚的浪漫互动，猜测着塔西是否会如约而至，若真来了，又会选择谁作为今晚的伴侣。突然门铃声响起，两人愣住了，直到第二声响起，才匆忙起身收拾床铺，狼狈地翻找衣服。此时门外的塔西听着屋里的叽里咣当，进到房间后，三人的聊天又续上了。所谓的破冰话题，就是12岁那年帕特里克教会亚特打手枪。青春就像是这场少年少女的夜谈，弥漫着荷尔蒙的芬芳。他们共饮一瓶啤酒。 We're out of beer. 三人面面相觑，陷入了短暂的静默。哥俩稳如磐石般坐在地上，谁会在这样微妙的时刻起身去买酒？塔西洞悉了他们的心思，轻盈起身坐到床边，于是便有了开场的那一幕。塔西临走前留下一句：明天他们两人谁拿下决赛，谁就可以得到他的电话号码。三人行未完待续，塔西的态度暧昧不明，或许他对哥俩都有意，又或许他只是享受那种被人竞相追逐的微妙掌控感。女神的一句话让两个欲念未尽的少年心中各自有了盘算。第二天决赛场上，两人拼得互不相让，技高一筹的帕特里克又是一记刁钻的当下回球绝杀亚特，当然也俘获了塔西的芳心。如果说爱情也是竞技场，那么此刻帕特里克已是双赢。帕特里克踏上职业选手之路，赛事不断，塔西跟亚特进入斯坦福大学深造。这天哥俩像往常一样训练，亚特心有不甘，不断询问两人关系的进展。如果两人有了深入交流，就学他发球，发球时把球放在球拍的中央。于是帕特里克照做了，并春风得意地笑着。而另一边亚特尽管努力维持笑容，却逐渐显露出内心的失落。同一个学校的亚特有更多接触塔西的机会，被极度冲昏的他试图挑拨塔西与帕特里克的关系，言语非常之绿茶。亚特的心思也更加不加掩饰，塔西为了避免误会，选择离开以保持距离。亚特向他透露，帕特里克实际上并不爱他。塔西严肃地告诉他，自己并不关心是否被爱，
也不关心是否爱别人，但他能感受到亚特心中的那份执着。完赛的帕特里克来学校探望两人，他先找到亚特，两人一如往常嬉戏打闹，在食堂的角落，他们分享着小零嘴，不经意间提及了塔西。亚特精心策划的这场爱情考验，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兄弟免受情伤，实则隐藏着他对塔西难以言说的渴望。帕特里克一眼看破，他理解亚特内心对塔西的欲念，但在这场爱情的较量中，帕特里克已胜券在握。难得见面的小情侣在宿舍里你侬我侬，正当爱意缱绻之时，塔西却突然话题一转，聊起帕特里克最近的几场比赛，复盘他输球的原因。帕特里克对此很不耐烦，一句不经意的制止却触动了塔西敏感的神经，瞬间没了兴致。他开始为下午的比赛做准备，两人的矛盾也一触即发。塔西指责帕特里克败绩连连而不自省，帕特里克反击他好为人师，而自己绝不是他身旁的小舔狗，两人不欢而散。为了赌气，帕特里克拒绝去看塔西的比赛，塔西带着情绪进入比赛，每一次挥拍都像是对帕特里克的不满宣泄。塔西在底线快速跑接球时过度用力扭伤了膝盖，他瘫倒在地，看起来非常痛苦。匆匆赶来的帕特里克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他想要道歉并解释些什么，也被亚特义愤填膺地打断。他意识到自己毁掉了一份爱情还有友情，望着眼前的一切，他茫然无措，最终只能黯然退场。亚特成了塔西身边的守护者，帮助他进行恢复训练，但这份陪伴却非易事，他的每一分努力似乎都难以讨得塔西的欢心。他放水被斥为懦弱，他认真，塔西踉跄倒地，望着膝盖上的伤痕，塔西深知那个曾让他热血沸腾的赛场已经向他关上了大门。3年后，亚特进入职业赛场，成为一颗璀璨星星。反观塔西，却只能在幕后作为他人的陪练，心中那份对网球的执着和未尽的抱负摇曳而坚定。于是，对他既有深情又渴望胜利的亚特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佳人选。塔西分析亚特和下场比赛对手的技术特点，因为塔西正是这个对手的陪练，作为投诚的献礼，塔西就差主动现身了。塔西问亚特是否还爱他，亚特的回答还是那句 Who wouldn't be? 3年后的亚特终于扳回一局，亚特在亚特兰大公开赛上成为头号黑马，昔日塔西的手下败将如今已成女单头号种子，而塔西只能深夜独自买醉。此时的他处于人生最脆弱的时候，疯狂又自信的帕特里克又出现在塔西的眼前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夜幕和酒精卸下了塔西最后的防备，几句吴侬软语就让塔西不能自拔，与对方发生了一夜情。其实那一晚，亚特就在不远处，他看到两人坐在一桌，满是震惊与不解，正想上前，却被一位热情的粉丝拦住了脚步。待他回头，两人已经不见了。这份突如其来的情感波澜，也成为了亚特次日赛场上失利的伏笔。塔西最终选择了亚特，但是始终没有掐灭对帕特里克的欲念。塔西既是推动故事前行的催化剂，也作为意志，不断推动冰与火成为交融的高歌。塔西成了亚特的教练，他的网球之路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。他全面接管亚特的训练，从严苛的训练日程到精细的营养补给，乃至竞技心态的微妙调整，塔西成了这段关系的掌控者。而亚特似乎更像是他的一个完美作品，经年累月的默契协作，这对网球界的伴侣已然成为全美最耀眼的搭档。亚特已将3大赛事的大满贯揽入怀中，只待每网大满贯的加冕，便能成就职业生涯的全满贯了。但年近不惑的亚特渐感力不从心，屡尝败绩让他深陷低谷，甚至萌生了退役的念头。作为伴侣也是教练的塔西把海报上的挑战者改成复数，意味着他也在并肩作战。但亚特近来的状态低迷，令塔西忧心忡忡。对于亚特来说，无论情感的港湾还是职业的征途，塔西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。为了帮助亚特重拾信心，塔西说服他在美网开战前参加一场挑战赛。挑战赛在男子职业网球中属于较低级别的赛事，通常只有排名靠后的球员参与。塔西的这一安排目的明确，他希望在这菜鸟云集的战场上，亚特能重拾赢球的快感。另一边，帕特里克也来到了新罗谢尔，准备参加这次挑战赛。可是摆在这位网球健将面前的，并不是如何打好比赛，而是晚上在哪过夜。囊中羞涩的他翻遍全身也凑不出一晚的住宿费，尽管和旅馆老板嬉皮笑脸的说尽好话，还是于事无补。无奈之下，帕特里克只得提前来到比赛社区的停车场，今晚只能在车里凑合一晚。第二天清晨，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第一个报道的选手，暂时解决了住宿的难题。但此时饥饿难耐又身无分文，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登记大妈手中的早餐上。大妈乐善好施，分享一半早餐，帕特里克欣然接受，然后直奔主题。他就是为了奖金而来，只需打一轮，
哪怕输掉也能拿到400美元，可以缓解一下窘迫的生活。就在帕特里克询问是否可以预支奖金，大妈却带着一丝神秘的微笑问他：你知道还有谁来参赛吗？帕特里克一脸漠然，谁参赛与我何干？大妈径直走向器械区，拿起一把网球拍，向他展示上面的品牌代言人，一张熟悉的脸庞映入他的眼帘。帕特里克在首轮比赛中出人意料的轻松晋级，相比于一轮游的微薄奖金，此刻他的目标是打败亚特。为了不再睡停车场，他打开约会软件，物色着愿意短期共享住宿的伴侣，熟练的像是家常便饭。凭借尚可的外貌，很快便吸引了姿色尚可的妹子。眼看住宿问题就要解决，却在酒店遇见老相识塔西。他和亚特正好住在这家酒店，两人目光交汇，帕特里克依旧是那不羁的笑容，塔西却显露出明显的厌恶，如同遇到瘟神，迅速离开。帕特里克追了上去，塔西表现出强烈的敌意。13年后，这段三角关系又一次被续上了。年轻时，他们的感情也许更多是荷尔蒙驱使下对欢乐的激情追逐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时过境迁，为了生计，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展现出对控制的渴望。酒店楼下，帕特里克再次找到塔西，想要他做自己的教练。听到这不可思议的要求，塔西怒不可遏，一记响亮的耳光回应他，毫不留情地戳着帕特里克的痛处，纨绔子弟一事无成。帕特里克也不惯着，像极了分手时的那次吵架。他看不起亚特对他言听计从，塔西态度强硬，野心勃勃。帕特里克话锋一转，提及亚特兰大的往事，他认为塔西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与他相见。塔西难以置信，对帕特里克的厚颜无耻感到震惊。塔西转身离开，帕特里克拉住他，并将一张名片塞入他的手中。塔西把他揣进兜里，帕特里克则捡起被巴掌呼掉的烟，他坚信自己已经拿捏住塔西。决赛的前一天，两位兄弟在汗蒸房中不期而遇，谈话间火药味渐浓，一个拥有大满贯却从未击败另一个，一个虽具备冠军实力却两手空空。帕特里克话锋一转，说出了本片最肉麻的话。遗憾的是，亚特并未因此而释怀。夫妻俩在酒店的房间内，亚特恳求塔西告诉他，比赛并不重要，他需要的是他无条件的爱。塔西却回应说，他能够战胜对手。亚特沉思良久，不论今年的公开赛结果如何，他想要退役，他也想从妻子口中听到真正的答案。若明日比赛失利，塔西对他的看法是否会有所改变？亚特深感痛苦，渴望妻子能给予他安慰的拥抱。尽管内心不忍，但这也是塔西的决绝之举。挑战赛的决赛场上，亚特和帕特里克狭路相逢，夹带前尘旧事，一场剑拔弩张却又似是而非的较量。此时此刻，恰如彼时彼刻，帕特里克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第一局，暂时领先。他一边吃着香蕉，一边意味深长地看着亚特，一如少年时的春风得意。第二局比赛开始，亚特状态回勇，一记精准的压线球让帕特里克失手，他挑战边裁却被罚分，最终第二局以失败告终。帕特里克愤怒地摔下球拍，而场下的塔西却笑逐颜开，此时双方战成平手。第三局进入白热化，塔西坐在观众席上，目睹丈夫的不佳表现，忧心忡忡，而帕特里克却愈战愈勇，连连得分。曾经的挚友，倾慕同一个女孩的两个情敌。多年前的单打决赛，亚特败给了帕特里克，如今挑战赛的决赛，两人的目光中多了几分挑衅与怨恨。帕特里克还想再胜一次，夺回曾经的爱人。这场并不起眼的挑战赛，竟成为他们的人生之战，过往爱恨皆要凭此局胜负彻底了结。塔西深知这场比赛关乎自己与亚特的关系，早早就为两人安排好了结局。决赛前的晚上，塔西翻出那张褶皱的名片，离开酒店，等着他的正是帕特里克。两人来到一静谧之地，塔西恳求帕特里克成全亚特，帕特里克逼着塔西来帮自己，两人随即发生争吵。帕特里克指责塔西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和他偷情，塔西回应，若是能让亚特取胜，他也在所不惜。于是他们掉头返回酒店。车外风声喧嚣，恰似两人澎湃的思绪，两人玩命戳对方软肋。他指责他生活优渥却精神空虚，他骂他永远长不大，活得像废柴。塔西让帕特里克停车，情绪失控的逃离。突然间，他转身回到帕特里克身边，迎面就是一口唾沫，愤怒不甘与妥协交织在他的表情中。两人就这样相互凝视，下一秒，恨意化为情欲，交织碰撞，激情迸发。镜头放大，广告牌上的亚特默默注视着他们，
事后两人依偎在车内谈论着明天的计划。随着帕特里克的一记发球失误，比赛达到了高潮。对于亚特而言，胜利仅一步之遥。他的目光在帕特里克和塔西之间流转，心中泛起波澜。以前亚特缠着帕特里克，让他用特殊的发球方式告知自己是否已经和塔西睡了。现在帕特里克以同样的发球方式向亚特透露了塔西昨晚的不忠，一种羞耻感笼罩着亚特。接下来的一球打他将赢得比赛，不打他会重拾尊严。于是他伫立在原地，特意让帕特里克得分，直到两人再次打平，进入抢七局，一球定胜负。随着网球的起落弹跳，时间仿佛凝滞于此刻，镜头巧妙地从两人的身影中抽离，转而聚焦于在空中穿梭飞跃的网球。在快速的挥拍与敏捷的步伐间，网球宛如有了生命。这不仅是球技的较量，更是情感的流转，仿佛打的不是球，而是另一种关系。正如13年前塔西所说，或许仅有那电光火石般的15秒，两人全心投入于网球的纯粹对决，而后他们仿佛已融为一体，置身于一场无需言语的恋爱中，共度了美好时光。两人你来我往，战况焦灼，导演不断变换机位与视角，精确地捕捉发球与扣球的迅捷、力量感和刺激感，将摄影机置于球场下的仰拍画面，让运动员看起来就像在玻璃地板上打球一般。画面在亚特与帕特里克之间灵活切换，这不仅是场上两个男人之间的激烈交锋，更是场外对塔西情感归属的无声较量。极具玩味的是，当他们终于在赛末点逾越球网譬喻的藩篱，而紧密的相拥一起时，一度焦虑恼怒的塔西发出了当年那句令人难忘的呐喊。影片最终定格在亚特扣球而与帕特里克深情拥抱的一幕，把一切定格在三个人最高级别的快感上，所有别扭、烦躁全都瞬息消散。正如那最初的夜晚，唯有两颗男人心灵的悦纳，才是最为真挚、最为水乳交融的表达。电影更多的凸显在氛围感的拿捏，散发出浓浓的荷尔蒙，欲擒故纵之间极限拉扯，时而撩拨的你心痒难耐，又时而感受到血脉喷张。